神明月、孝敬、轩辕长风，你们欠我的该还了。你怎么就抛下我们去了？青瓷还未出阁，这可怎么是好啊？堕胎药，这辈子还想用在我身上？你藏的是什么？拿出来让大家看看。你青瓷，你悲伤过度，糊涂了。我的袖中只有为姐姐祈福的经卷而已，是能让我一尸两命的堕胎药吧？你尚未出阁，何来身孕？污蔑尊长，其心可诛！谁说我未出阁便不能有孕？我已有3月身孕。不可能！你休要信口雌黄，玷污门楣！孩子，沈家嫡女与太子何时有私？孩子是殿下的骨血。什么孩子？不会吧？我什么时候？这下麻烦大了。荒谬！太子殿下光风霁月，岂容你叛误？无媒无聘，私相授受，此乃死罪。谁说无媒无聘？重活一世，我掌握了这食人心的秘法。这轩辕长风身上竟然是灰白色，这辈子他竟然这么早就出场了。可惜我要把这水搅得更浑。孤与青瓷早已两心相许，此胎是孤的骨肉，孤今日便是来认的。太子殿下，只怕你认错了。3个月前，西郊猎场迷踪林内，那夜之人是我，小将军。此事关乎天家血脉，血脉之事，滴血验亲便知。只怕太子殿下不敢验。哼，可我依稀记得，那夜似乎还不止一位呢。既然都这么热心肠，非要当爹，那不如这孩子生下来就教你们全体爹好了。莫要说气话，此事关乎你的清誉与皇室尊严，须得慎重。取水验血，对，验！必须验个水落石出，不能让这孽种混淆了高门血脉。老爷，你还不发话？快说呀！验就验吧，不过光验2位的似乎不公平，万一还有第3位、第4位爹爹呢？一并请来验验。沈青瓷。看清楚，她就是个不检点的女人，2碗都容，她能装得过谁？这分明是她自己行为不端，你们都听见了，都看见了。这么热闹，怎能少了我陆某人？万一孩子是我的呢？劳驾，帮我验验。这怎么可能？魏美人伦常里有女。瞧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还不止3位呢。沈姑娘真乃奇女子，这孩子我陆九元也认了。老爷，你看见了吧？这孽障做出如此伤风败俗、害人听闻之事，必须立刻不要一正下风，否则我沈家百年清誉毁于一旦。
我沈家没有你这样的女儿。父亲回忆，你们是不是忘了，我腹中骨肉无论真假，现在都已牵扯到太子、侯爷、首富。动了，你们想好怎么承受三方的怒火了吗？太后娘娘驾到！太后娘娘明鉴，沈清慈她未婚有孕，还孕3男，此等妖女，秽乱纲常，求太后娘娘严惩啊！你就是沈清慈，此胎不能动。昨夜先帝入梦，告知哀家沈氏女所怀，乃他老人家一丝真灵转世，贵不可言，关乎国运。谁敢伤此胎，便是与先帝英灵作对，与我大燕国运作对。不可能！啊！传哀家遗旨，沈氏青瓷怀有祥瑞，册封为护国天女，即日起移居慈宁宫侧殿，由哀家亲自照看。一应起居按郡主令。沈尚书，天女与皇嗣有半分差池，你9族都不够赔的。遵旨。孩子，跟哀家回宫。谢太后恩典。小太后，为何如此维护我？先帝托梦，荒谬！他看我的眼神，不像看祥瑞，倒像透过我看另一个人。女儿想您了，您在那边，可知道女儿如今如履薄冰，连亲生父亲都要杀我。六福瑶，果然是你，慈宁宫也敢伸手。身子可有不妥？御医开的安胎药用了吗？谢太后关怀，青瓷一切安好。哀家这儿规矩没那么多，你且安心住。你母亲照什么人胎变了？母亲温柔娴雅，对青瓷极好，只是去得早，青瓷很多事都记不清了。往事不必再提，你只需记得，在哀家这里无人能欺你。至于今日之事，你如何看待？太子、孝景还有陆九元，棋子罢了。青瓷所求，从来不是依附谁人，而是自己成为执棋之人。好志气，但身为女子，这条路艰难万分。再难，也比任人鱼肉，死无全尸强。天女，该服药了。太医叮嘱，需趁热服下。来人，拿下这奸婢，严刑拷打，问出主使。太后饶命！是柳夫人，她让奴婢说，若不照做，就要杀了奴婢全家。奴婢不得已啊！你竟敢违逆本宫旨意，拖下去，杖责30。青瓷，你可看清了？即便在哀家与陛下，案件依旧难防。哀家担心你的安危。你想如何？他不是喜欢用毒，喜欢让人活不如死吗？那就让他也尝尝自己酿的苦酒。顺便，我想问他一些关于我母亲的往事。稳了，哀家让暗卫影妻护你，但记住，莫要脏了自己的手。小贱人，你来干什么？看我笑话！你以为你赢了？我告诉你，我知道，你也回来了。未来很得意吧？知道我会死，知道你会赢，所以这辈子早早给我下药，想让我连孩子都生不出来就悄无声息的死掉，就像上辈子一样，对吗？你还记得这个吗？红颜罪，你上辈子用来慢慢折磨死我娘的慢性毒药，无色无味。中毒者会日渐衰弱，五脏溃烂，痛苦7期49天才死。不要，沈清子，我是你父亲的姨娘，你不能！
沈青瓷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你以为太后真护着你，她不过是什么？说！我不会告诉你的，你自己去查啊！去查你娘是怎么死的，你会知道你身边全是谎言，全是利用，你会比我死得更惨！姐姐，听闻你入宫，妹妹担心极了。父亲在家中也日夜忧心，姐姐身子可好？一切安好，不必挂念。申明月重活一世，你还是这么会装？老妹妹挂心，一切都好。太后招抚，无人敢怠慢。那就好。妹妹在家孤寂，如今姐姐在宫中，妹妹可否常来陪伴姐姐，也能沾沾姐姐的福气？必会些好。宫中规矩大，妹妹若想进来，须得太后或皇后娘娘准许。再者，我这里怕是不太方便，毕竟妹妹你也是待字贵重。姐姐可是怪妹妹当初没有在柳姨娘为难你时挺身而出，妹妹人微言轻，实在无能为力。但妹妹知道一些柳姨娘的秘密，关于姐姐母亲的，姐姐想听吗？此地不宜详谈。3日后，城西观音庙后山竹林53刻，妹妹在那里等姐姐，切记独自前来。好。姐姐，此事关乎伯母真正死因，妹妹冒死相告，只求姐姐日后得势，能提携妹妹一二。好，3日后，竹林见。姐姐千万小心，莫让他人知晓。妹妹告退。沈明月，你想玩，我就陪你玩个大的。哼，上辈子你设计我与马福斯通，这辈子该换换了。那小娘子说，等会儿有个更美的大家小姐来，让咱们好好伺候，事成有重赏。嘿嘿，老子还没玩过官家小姐呢。嘿嘿嘿嘿。都安排好了。按姑娘吩咐，已替换了沈明月准备的醉春风，要笑强10倍，且加了令人暂时失声的成分。很好，下去，把沈明月请到乞丐那边去。记住，要让他自己不小心跌过去。撒在他们纠缠处，吸入寄生香。半炷香后，上辈子你家诛我身的污名已绝望，今生加倍奉还。你以为重生是筹码？不，对蠢货而言，重生只是让你更早不入地狱的捷径。沈家真是好家教，柳氏刚入狱，淑女又闹出这等丑事。你做的？他设局害我在先。青瓷不过是将计就计，自保而已。太子殿下，侯爷，吴公子，你们不能硬闯，太后已安寝了。让开！姑要见天女。本侯有要事，陆某来探病。放肆！慈宁宫何时成了市井之地，容你们喧哗闯宫？皇祖母息怒，孙儿听闻天女今日私自出宫，前往险地，心中忧惧难安，特来探查。你去了观音庙后山，为何？沈姑娘好兴致啊，怀着身子还去竹林散步，也不叫上路某护着。劳3位挂心，青瓷只是闷在宫中，便去庙里为王母祈福，并未深入后山。至于发生了什么，青瓷并不知晓。不知沈明月遭遇之事，京城已经暗中传开。青瓷，你有孕在身，安危关乎国运，岂可如此任性涉险？若出了差池，如何是好？哎呀，两位别吓着沈姑娘。不过沈姑娘
下回出门记得带上陆某。陆某别的不行，护花最是在行。三位这是在审问我，还是关心我？若是审问，青瓷一味触犯宫规，二位损害他人，何罪之有？若是关心，青瓷承受不起。够了！都给哀家住口！青瓷是哀家请进宫的天女，不是你们的犯人。她要去哪儿，做什么，自有哀家管束，轮不到你们来质问。多保儿告退，告退，请太后息怒。难道看见了吧？你成了风暴中心，这3个没一个是省油的灯。太子表面温厚，心思最深。孝景霸道狠戾，执念极重。陆九渊看似玩世不恭，底细成谜。你打算如何应对？不应对，他们争是他们的事，我有我的路要走。孩子生下之前，他们是我的盾，也是互相制衡的矛。我只需利用这平衡，积蓄我自己的力量。什么力量？女子立世之本。太后，青瓷想向您求个恩典，请准许青瓷以天女之名接管母亲留下的嫁妆铺面，并允许青瓷在宫内开办一个小小的女子工坊。你想经商？是。青瓷要建天机阁，不卖胭脂水粉，卖情报，卖人心，卖未来。好，哀家准了，但你要记住，爬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哀家能护你一时，护不了一世。青瓷明白，这条路青瓷自己走。沈青瓷，我知道是你，你给我等着！我也重生了，我知道你的一切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！我不能急，我要慢慢来。沈青瓷，你最在乎什么？孩子、名誉，还是那几个男人？我要把你拥有的一件一件夺过来。上辈子没用到的东西，这辈子该派上用场了。沈明月，你动作真快。英气，姑娘，特别是他接触过什么奇怪的人，或者重置、香料、古籍，立刻去查。今日神父沈明月处有何异动？姑叔，上辈子你藏得真深，今生再不会任你操纵。青瓷，昨日是孤心急了，孤命人寻了些安胎的古玉，已送去慈宁宫。沈姑娘，陆某新得了一艘画舫，精巧绝伦，最适合泛舟湖上。三星金门，不知姑娘可否赏领？不仅能害我，还能影响靠近我的人，加深他们对我的占有欲。多谢三位美意，青瓷心领，但慈宁宫不缺这些。三位若无要事，青瓷还要去给太后请安。孤陪你。慈宁宫陆华，本侯护送。两位护送家人这种事讲究个风度，像你们这样吓着沈姑娘了，必须尽快解雇，并找到反击之法。天机阁要加速了。这里僻静，你要的工坊暂时设在此处。青瓷自己找，只需太后允准，让青瓷可以闪停，请宫外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女子入公公帮公公，但需谨慎，莫要引入是非。
你叫墨兰，原是御用监负责藤巢整理古籍的。2年前，奴婢无意间撞见刘妃娘娘宫内私藏延圣之物，被灭口未成，伤了手筋。恨刘家吗？从今天起，你跟着我。手机我会寻名仪为你诊治。你的任务是替我建立天机阁阁的第一个库人档案。是。姑娘，查到了。说。沈明月近日频繁接触一个西市来的卖药婆子，那婆子据说懂些南疆偏方。昨日他从婆子那里买走了一包相思子粉末，还有几只活的同心菇幼虫。相思子，同心菇，果然是下作东西。沈明月，你的手段也不过如此。已暗中掌控。贵人饶命，饶命啊！老身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是那沈府的小姐逼我卖的，她说不卖就砸了老身的摊子，老身哪敢不从啊！贵人您要查，该去找他啊！老身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啊！这同心菇如何解？这菇药与血迹同源，心魄合一方能解开，旁人插手只会命断当场。在谁身上？轩辕长风他们的异常，绝不会无缘无故。那日宴席上，他们接触过的是香囊，里面的粉末气味奇特，雄菇应该就是它。此物罕见，据说北疆雪山之巅或有生长。把它带下去，看好。看来不得不与他做笔交易了。沈明月，你想用蛊术逼我入绝境，却不知这反而给了我整合资源的机会。从此，该轮到我来下棋了。谁？侯爷好警觉，你怎会在此？擅闯侯府，可知何罪？尽管动手，但在那之前，不妨先看看这个。什么？谁干的？你以及太子、陆公子，近日是否感觉心绪不宁？只说我们也中了招，怎么会这样？红菇粉末通过饮食中的香料潜入，入口后会在体内慢慢孵化，一旦遇到同源气息，便会被唤醒，顺着经脉爬行，入心胃巢。所以他们表面无忌，却最难防备。好一个沈明月！杀了他，无辜若在他心来，你我都要陪葬。那要如何？解药需要北疆雪山之巅的烈阳草，那株草1年只开1次花，一旦错过，便要再等整整1载。烈阳草，本侯可派人去找。蛊虫在缓慢侵蚀胎儿的生命力，若再拖下去，他撑不了多久。本侯凭什么为你设限？你腹中孩子，我若死了，也不许你后悔。你在利用我。这是交易，侯爷为我取草，我替你守住这条路。你果然在谋划些什么。好，本侯答应你。在本侯回来之前，不准擅自离院。青瓷自有分寸。若孩子真是我的，等我回来。明日一早，本侯便以巡视边防为名离京。此行或许艰险，但必须提前布局。我明白，我会照看好府中一切，等你平安归来。好，等我消息。此局绝不容有失。若想破局，唯有进。
好一个金子！太子殿下求见太后，并给天女送来新贡的蜜具。孙儿给皇祖母请安，这是岭南刚到的贡具，清甜多汁。孙儿想着青瓷或许喜欢。坐吧，长风今日倒有闲心。姥姥殿下挂念，只是有些孕中疲惫。既如此，长风便陪青瓷说说话，哀家去小福堂诵会儿经。青瓷，那日御花园是姑不对，姑只是太过担心你。朝廷上不少大臣上书，也言天女胭之事荒诞，要求彻查，甚至质疑你腹中胎儿来历，有损天家威严。所以呢，殿下是来劝我打掉孩子，还是将我交出去以平众议？姑岂会如此？姑定会护你周全。只是，青瓷，你需要更依赖姑，只有站在姑身边，成为名副其实的太子妃，那些流言才能平息，孩子也会有个名正言顺的父亲。殿下是真心想娶我，还是只想得到一个祥瑞伟的象征，或者控制一个可能知晓你某些秘密的人？青瓷何出此言？本王自问未曾亏待于你。殿下近日可曾常觉头痛，尤其是夜晚，甚至会忘了自己做过什么？姑只是政务繁重，并非有意失言。你该明白的。殿下，你可知同心姑姑，沈明月下的，你与我都中了招，但孤独只会放大已有的情绪和倾向。殿下内心深处，是否本就藏着另一个秘密？被发现了。青瓷，你比我想象的聪明。你不是太子殿下，或者说，不是刚刚的太子。我是他，他也是我。只不过，那个懦弱优柔的家伙，只敢在白天出来，享受阳光和赞誉，比如清理那些对你不利的言官，比如盯着萧静和陆九渊。母亲赵是真正的死因。你说什么？你没听错，从今以后你是本王的人。不可能！看来你也不知情，赵氏的死可不仅仅是柳扶摇争风吃醋那么简单，牵扯到一桩旧案，还和宫里某位大人物有关。你在试探我，还是在警告我？青瓷，我们合作吧，我帮你查真相，帮你扫清障碍，甚至帮你坐上更高的位置。然而你留在东宫陪我，那个蠢货给你的只能是牢笼，我能给你的是真正的自由和权利。条件呢？我的条件很简单，永远不要试图治好我们，让我和他一直存在，因为只有我们在一起，才是完整的轩辕长风。还有，离萧静远点，我看得出他对你不一样，我不喜欢。这件事轮不到殿下插手，我自有分寸。萧将军已北上公干。烈阳草，沈明月那小把戏，我已经派人去学，未必比萧景慢。在这之前，为了你的安全，也为了让你习惯我的存在，从今晚起，每夜子时我会来看望你。我刚才是不是又走神了？抱歉。青瓷有些不适，先告退了。庄重人格，太子竟有如此隐秘，他知道母亲的事，到底是谁？
沈公子这流光镜果然名不虚传，不知产量如何？可否长期供货？哗众取宠，不过是些染得花哨的寻常绸缎，也敢卖这么贵？这位小姐，货好不好，客人们自有评判。若是不喜，门在那边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苏家绸缎庄遍布天下，这不知哪里来的野路子，用劣货充好，扰乱市场，信不信我让你3天之内关门大吉？苏家势大，沈某佩服，但做生意讲究个你情我愿。苏小姐若要竞争，沈某奉陪；若要仗势欺人，恐怕也没那么容易。好大的口气！来人，给我！哎呦，这么热闹，苏大小姐，好大的火气呀！沈公子好雅致的兴趣，陆公子说笑了。倒也不尽然。陆公子来的正好，你评评理，这不知道哪里来的野路子，用劣货充好，扰乱市价，该不该管？我一个弱女子，怎么斗得过他们？你一声话总要管的吧？烈火。哦，这可是失传已久的天孙之改良技法。苏大小姐，你这烈火2字，怕是说反了吧？你，天哪，这布料闪着光呢，好像彩虹一样。对，这可是传说中的天孙之。不可能吧？真的是那种失传100年的布？陆九元，你竟然帮着外人！苏大小姐，陆某做生意向来只认货不认人。这位沈公子的货好，陆某自然要说鞠躬道话。况且，令尊上个月在江南眼影那件事上捅的窟窿，还没填平吧？这时候，苏家还是低调些。多谢陆公子解围。沈姑娘，沈公子，这扮相不错啊。下次易容，记得把耳洞遮一遮。陆公子好眼力。彼此彼此。姑娘这天机阁开张，也不给陆某送张帖子，未免太见外了。陆某可是很有诚意同你合作的。合作？陆公子想要什么？我想要的，恐怕比沈姑娘想象的还要多一些。陆某提供渠道、资金、庇护，助姑娘的天机阁和生意快速扩张。将来天机阁探来的消息，朝堂风向、边关军情、各国的秘闻，若都能分我一杯羹，如何？公子志向不小，你要这些，是想做天下第一富商，还是另有所图？姑娘觉得呢？有些事心照不宣。我们是一类人，沈姑娘，都不甘心被命运摆布，都想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，所以合作吧，双影。可以，但有3条：第一，你我合作，平等互利；第二，不得干涉天机阁的内部运作，也不得干涉我的私事。这便是你的条件？是，若能做到，我们便合作；做不到，就此作罢。第三，我要知道你背后真正的势力，以及你对我母亲赵氏之事知道多少。没问题。关于令堂，陆某确实知道一些边角，他似乎曾卷入一桩前朝遗宝的争夺，而涉及此事的不止宫中贵人，还有北方某个部族。等我们合作初见成效，陆某自当奉上。现在，姑娘是否该表示一下诚意？你想要什么诚意？姑娘身上这闹人的小虫子，陆某或许有办法暂时压制，虽不能根治，但可保姑娘和胎儿在烈阳草到来前无恙。作为交换，姑娘需答应，在孝景和轩辕长风之间，适当偏向陆某一点。至少，别拒绝我的靠近。你有办法压制蛊毒？此物名为定魂丹，
南海鲛珠与数种珍稀药材炼成，可暂时压制蛊虫的活性。有了它，便可赢得一线喘息的机会。每月服1颗。陆某的存货足够支撑到北疆消息传来。我答应你。成交，沈姑娘，合作愉快，期待你的天机阁名震天下。定不负期待。陆九元，你果然所图甚大。前朝已饱，北方不足。母亲的死越来越扑朔迷离了。交警、轩辕长风、陆九元，每个人都带着秘密靠近我，这盘棋真是越来越有趣了。青瓷，在等我。殿下夜夜如此，不觉辛苦。这一看见你就不辛苦了。今日见了陆九元，他倒会献殷勤。殿下监视我，是保护。陆九元背景复杂，与他交易，小心被吞得骨头都不剩。我明白。你身上的孤独气息弱了。他给了你药，他给你的，我也能给，甚至更好。青瓷，你为什么总要招惹别人？殿下果然敏锐。那个蠢货想娶你，我也想，不如生米煮成熟饭。反正孩子父亲不明，多我一个也无所谓吧。你以为还能再躲我多久？殿下，殿下，请自重。你孤独会影响心智，你冷静些。是孤独，或许吧，但它只是让我更诚实。青瓷，我月深更半夜，闯入女子闺房，欲行不轨。太子殿下，此举有失体统啊！你是何人？宫中侍卫。经方医者，江寒州，受太后密诏，入宫为天女请安。江大夫，姑娘受惊了。此人身上戾气颇重，且中蛊已深，神志不稳，姑娘最好远离。哼，一个江湖郎中，也敢管姑的事，找死！下一针就不会偏了。殿下若不想明日无法上朝，还请离开。我记住你了，青瓷，我们明天见。你没事吧？可有受伤？你真的是太后请来的医者？是。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自己伸手。我先为你诊脉。你中蛊已有10日，胎儿虽有祥瑞护体，本源仍在被侵蚀。还有定魂丹的药力，胡闹！鲛珠性寒，虽可定魂，但与你体内阴蛊毒产生的阴郁之气结合，久了反而伤及包公。谁给你的药？告诉我。陆九元，
这是我特制的暖阳丹，以火龙草为主药，性温，可调和阴阳，缓慢滋养，化解寒毒。每日一丸，连服7日。孤独之事，我再想办法。多谢江大夫。你认识我母亲吗？你真的认识她，对吗？后事为何这么问？你看我的眼神，不像看一个病人。而且，太后召我入宫，绝非仅仅为了诊脉，对吗？你太聪明了，青子。是，我认识你母亲，她是我失散多年的姐姐。你祖母当年见我孤苦无依，便收留我做她儿子。当年家中变故，我们姐弟失散，我流落江湖，习得医术，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姐姐，直到前不久才查到她在神府阙。苦了你了，你放心，有舅舅在，绝不会再让人欺负你。孤独，舅舅一定替你解。那些害你、害姐姐的人，舅舅一个也不会放过。舅舅，母亲她到底是怎么死的？太后知道什么？刘扶摇背后还有谁？此事牵扯久远，你现在有孕在身，不宜过多思虑。等你身体稳定一些，舅舅会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。现在，你只需安心养胎，信任舅舅，其他事交给我。好。但是舅舅，有些路我必须自己走，有些仇我必须亲自报。好，我帮你，但答应我，凡事以自己的安危为先。暖阳丹配合金针渡穴，可以加快驱散定魂丹的寒性，稳固胎源，但同新菇的母菇不处，终是隐患。我也用特殊手法暂时封锁了蛊虫与你心脉的主要联系，可它仍在缓慢吸收你的精气。舅舅的医术果然通神，若不是你出手，我怕还要受几日煎熬。能帮到你，就值了。可那母菇在沈明月身上，她如今龟缩在沈府，又有菇树护身，不易接近。沈府线报，沈明月近日闭门不出，可她的贴身丫鬟频繁往反西市一处暗巷民居，与一名南疆巫婆来往密切。另外，我们发现苏婉儿曾秘密拜访过沈明月。苏婉儿，一个恨我夺了她的商机，一个恨我毁了她的名节。尹妻继续惩警他们，特别是那个南疆巫婆，想办法摸清她的底细和手段。是，属下明白。这就去办。青瓷，你属敌颇多，尤其你即将临盆，正是最脆弱之时。我想暂时以医官身份留在宫中，就近保护你。太后那边，太后已应允，她似乎对你母亲之事却有难言之隐。我试探过，她只叹息，说时机未到。时机无非是权衡利弊罢了。舅舅能留下最好，不过孝景、轩辕长风、陆九原那边恐怕会多想。他们如何想，与我无关。我只需护你周全，尤其是太子。他昨夜的眼神很不妥，青瓷，你对他需万分警惕。我明白。对了，舅舅，你既精通异术毒理，可否配制出让人暂时失去蛊术操控能力，或者反噬其身的药物？可以试试。南疆蛊术虽偏门，但究其根本，仍是毒与虫的驾驭，需取得沈明月或那巫婆所用的特定孤引或媒介。此事交给我。我相信你。婆婆，我的同心菇感应减弱了。沈青瓷那贱人，不知用了什么方法，竟能压制我的母菇。
定是有高人相助，寻常药误觉无此效，让老身看看你的母姑。是。果然，母姑的气息被压住了，对方手段不一般。丫头，你那姐姐身边近来可有生人往来？听说太后新请了一位姓姜的游医入宫，颇为年轻，模样俊朗。据说医术极高明，就连京中几位老御医也都对他刮目相看。姓姜，可是叫姜寒州？你认识他？我只认识，当年老身的师傅就是拜在他师傅独一圣手姜千珏手下。姜氏一脉专克我南疆孤独，没想到他的传人竟出现在这里。你说什么？那怎么办？我们的计划还没开始呢。难道就任由沈清慈安稳生下孩子，坐稳天女之位？可有更强力的蛊，或者别的法子？比如让他生个怪物？有，倒是有，不过得用更珍贵的材料，还有更大的代价。钱不是问题，我苏家出。代价？什么代价？一种名为鬼面鹰的菇，将此菇下在孕妇的饮食中，不会立刻发作，却会随着胎儿生长而融入她的血脉。待生产之时，母体血气最盛，孤独爆发，而会面目扭曲如鬼，浑身青黑，气绝身亡。而母体也会因气血逆冲，大损根基，从此缠绵病榻。不过炼制此菇需用9981种毒虫互相吞噬，最后活下来的那只还需以至亲之人的心头血喂养7日，方能成蛊。心头血，心头血。哦，不错，父母、子女、兄弟姐妹皆可，且取血后，那人必元气大伤，折寿数年。你可想好了？之前我娘早死，爹那个老糊涂心里只有他的师徒，兄弟姐妹，沈清慈算吗？用他的血养杀他孩子的蛊。我有个主意，过几日是我祖母寿辰，请天衣广发。沈清慈身为所谓的天女，或许不会现身，可她的亲信一定会来贺。我们只要在礼物上动些手脚，或者设法捉住一人，逼他就范。好，就这么办。婆婆，请您尽快炼制鬼面银蛊，钱和血我都会准备好。如你所愿，老身也很想看看江汉州的传人能不能解这鬼面鹰之毒。老夫人千秋大寿，长风特来贺喜，愿您福寿安康。哎，有心了，能见你来，老身可就心安多了。坐吧，夫人寿宴可真热闹，恭喜啊！多谢。但愿今晚一切都如意。墨兰姑娘来了，天女姐姐有心了，还特意让你跑一趟。快请进，喝杯茶歇歇。苏小姐客气。奉天女之命，送上南海珊瑚盆景一尊，恭祝老夫人福寿绵长。礼已送到，奴婢还需回宫复命，就不多叨扰了。哎，别急嘛，祖母听说天女身边有位博闻强记的才女，一直想见见呢，就见一面，喝口茶的功夫可好？不然祖母该怪我怠慢才女了。我恭敬不如从命。
墨兰姑娘稍坐，我去请祖母。来人，上好茶。人老了，不中用了。墨兰姑娘，老身有些乏了，让婉儿陪你说说话吧。听说墨兰姑娘在帮天女姐姐打理一个叫天机阁阁的铺子，真是能干啊！不知都做些什么生意？不过是些文书整理、信息归档的琐事，不足挂齿。不对，头好晕。苏小姐，奴婢忽然有些不适，想先行告退。现在想走，晚了。走，按计划送去城西废宅。沈姑娘，我们的人跟丢了。墨兰进了苏府后厢房，就再没有动静。我们试着潜进去查探，才发现那厢房下面有暗道，她很可能已经被转移出去了，方向不明，影子们一时都没能跟上。知道了。苏儿、沈明月，他们果然动手了。他们是想通过墨兰要挟我。听此，冷静。他们抓人必有所求，很快就会联系你。天女，有人用箭把这信射在了宫门外的柱子上。尼姑姑娘，不能去，明显是陷阱。乱葬岗阴气重，最适合布置法术陷阱。他们定有埋伏。是沈明月和苏婉儿的手笔，他们想逼我独自前去，无非是想擒住我。舅舅，你之前说的鬼面阴骨，是否需要我的血？不错，至亲心头血，他们竟如此恶毒，青瓷，你绝不能去。有墨兰因我被绿，我不能弃他不顾，但我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。舅舅，允七，我们这样。沈青瓷，你还真敢来啊！为了个卑贱的宫女，真是情深意重。沈明月，少废话！墨兰在哪里？放了她！放了她可以，用你的血来换，不多，只要一小碗心头血。你们要我的血做什么？炼制更恶毒的蛊，害我和我的孩子。小丫头知道的不少，可惜晚了。既然你送上门，老婆子就不客气了，动手！南疆的败类，还敢用此阴毒之术害人！江寒州，果然是你，坏我好事！快走！想走？尹七，拿下他们，特别是那个巫婆，留活口。沈青瓷，你使诈！你不讲信用！跟你们这种人讲信用？沈明月，你一次次挑战我的底线，这次我不会再留情。尹七，把他们和这个巫婆一起押回慈宁宫地牢，严加看管，我要亲自审问。我是苏家大小姐，你们敢动我，苏家不会放过你们的。苏家？很快，你们苏家自身难保了。
鬼面鹰果然在炼此等有伤天河之物，经此人交给我处理。南疆古树的毒瘤该清一清了。好，舅舅小心。说吧，沈明月还让你做了什么？除了同心菇、鬼面鹰，可有其他暗手？你们南疆为何嫌何进京城之事？要杀便杀，老身什么都不会说。师门对付南疆叛徒自有手段，不说，还有石骨香、钻心丸等着你。我受不了了！我说，沈明月，他让我设法在宫中几个妃嫔那里下了些影响心智、助党嫉妒的骨粉，想搅乱后宫啊！真是歹毒！南疆呢？谁派你来的？是长老会，他们听说大燕皇室有天女降世，怀着真龙转世，想用蛊术毁掉，扰乱大燕国运，以便将来。将来什么？将来配合北疆某些部族和朝中内更多的，老身真不知道了。老身只是听命行事。南疆、北疆、朝中内应，这潭水太深了。天女饶命，都是沈明月所使我干的。他说只要除掉你，苏家就能垄断京城的绸缎生意，还能把他掌控的几条走私盐铁的线路分给我苏家。我一时鬼迷心窍啊！走私盐铁，沈明月还涉及这个，详细说。是他和柳扶摇以前暗中经营的，柳家倒台后，线路被沈明月接手，据说背后还有更大的人物撑腰，具体是谁我不知道。沈西，重点查沈明月手中的走私网络。苏婉儿，看在你如实交代的份上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苏家，必须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。回去告诉你父亲，3日之内，我要看到苏家名下所有绸缎庄的5成干股，以及10万两白银的赎罪银，否则，你的所有罪证都会呈在皇上御案上。5成干股，10万两，父亲会打死我的。那是你苏家的事，带下去。成王败寇，我认栽。要杀要剐，随你便。我知道你也重生了，上辈子你赢了我，这辈子却输得这么惨，感觉如何？你果然也回来了，沈清，你别得意，你以为你赢了？我告诉你，你母亲赵嫣是怎么死的？是太后，太后是主谋。挑拨离间，你以为我会信？信不信由你。当年赵岩进宫给皇后请安后，为何会突然疾病恢复，不久就抑郁而终？沈清慈，你身边全是谎言，利用孝敬轩辕长风陆九原，包括你那个好舅舅，哪个不是别有用心？你不过是个棋子。带下去，严加看管，别让他死了。青瓷，你还好吗？我们现在必须先取得太后的明确支持。天女，太后，请您和江神一过去一趟。皇上也在。沈清慈、沈爱卿和苏爱卿状告你滥用私刑，诬陷官眷，你作何解释？回皇上，确有此事，但并非滥用私刑，而是他们设计绑架我。贴身女官莫兰欲以之要挟，取我心头血炼之鬼面鹰血骨，谋害皇嗣与臣女。人证物证俱在，臣女为护皇嗣，不得已而为之。且审讯得知，
沈明月还设计在宫中下蛊，甚至走私盐铁等重罪。苏婉儿勾结南疆，意图过乱宫位，此乃公词笔录，请皇上、太后过目。皇上明鉴，小女明月定是受奸人蒙蔽，她自幼胆小，岂敢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？定是天女与她素有嫌隙，构陷于她。望陛下明察，明察！救皇上！小女娃天真烂漫，定是被沈明月那妖女骗了。什么南疆无辜，定是那天女栽赃。求皇上为小女做主啊！窦宪栽赃！南疆巫婆的证词，苏婉儿金碧华雅的宫状，也是构陷。沈爱卿，你治家不严，纵容妾室淑女行此魑魅魍魉之事，祸及宫位，险些害了祥瑞皇嗣，该当何罪？臣罪该万死。鄙人，你苏家勾结南疆，资助法术，意图不轨，又该当何罪？皇上饶命，臣不知情啊，都是逆女一人所为。不知情，苏婉儿调动大量银钱收买巫婆，雇佣绑匪。你身为家主，丝毫未觉。苏家的生意干净吗？要不要让内卫府和户部？这，也父皇、皇祖母，此事证据确凿，审视沈明月、苏氏婉儿罪大恶极，因案虑严惩，以儆效尤。太子所言甚是。沈明德罚俸5年，降3级，闭门思过1年，没有旨意不得出府。沈明月、苏婉儿罪不可赦，4白绫。苏炳仁剥夺皇上资格，查封所有店铺库房，交由户部核查。南疆巫婆凌迟处死，悬首示众，以震慑南疆宵小，并着内卫府严查南疆潜伏势力及朝中可能之内应。皇上饶命！臣不知情啊，都是逆女一人所为。沈青瓷，你受惊了。此次护赐有功，朕赐你黄金1000两、珠宝10壶，并准你母亲赵氏追封2品高命夫人，迁入沈家祖坟正位。臣女谢皇上恩典，但臣女有一不情之请，愿陛下恕罪。讲。臣女想亲自监刑沈明月与苏婉儿，并请皇上允准将苏家被查封的部分产业折价交由臣女暂管，所得利润半数充入国库，半数用来筹建济慈院，收容京城孤寡贫弱女子，教以技艺，使其自食其力。此事便由你与户部协同办理。太子，你从旁协助。臣女遵旨。而臣遵旨。皇帝，青瓷有孕在身，不宜过度操劳。江神医医术高明，就让他专职负责青瓷的胎相吧。哀家看，可授江韩州太医院副院判之职，方便出入宫廷。就依母后。江韩州，朕封你为太医院副院判，专职照料天女龙胎。臣领旨谢恩。青瓷，你今日之举甚好，需要姑如何协助？有劳殿下，具体事宜我会让墨兰整理后与东宫接洽。昨夜他又去找你了，江寒州也在。殿下，宫中耳目众多，青瓷乏了，先行告退。沈青瓷，你这个妖女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我知道你的秘密，你根本不是。
前世的恩怨已经偿还了一半，可真正推我入局的人仍藏在迷雾之后，我不会就此停步。这一次，我要把所有的真相一点点揭开。天女，这是苏锦技技及旗下18家分号的账册、利器、货品清单，请您查验接收。墨兰，待人仔细核对，特别是库存和往来账目有问题的，标记出来。是，姑娘。你们当中愿意留下继续做事的，经过考核可留用，工钱照旧。想走的结清工钱，好聚好散。但若有人暗中做手脚，或与旧主勾结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不敢，不敢，愿为天女效劳。恭喜沈姑娘，不仅大仇得报，还得了这么大一份家业。陆某别的不行，打通南北商路，调配货物资源，还是有些门道的。合作可以，具体条款让墨兰与你的人谈。爽快。对了，北边传来消息，孝景将军已经深入雪山，似乎找到了烈阳草的线索，但遇到了一些麻烦。麻烦？什么麻烦？据说是遇到了北敌的小股精锐骑兵骚扰，还有雪山里的不寻常动静，像是人为制造的雪崩。看来有人不想让孝景活着回来。什么麻烦？北敌、朝中内应，甚至其他利益相关方。沈姑娘，这潭水越来越浑了，你可得站稳了。若是有人想趁机把你卷下去，也不稀奇。如果需要陆某做些什么，多谢陆公子告知。孝敬吉人天相，必能化险为夷。至于其他，我自有分寸。是巧合，还是针对我的又一环？青瓷，沈明月临死前的话，你怎么看？他狗急跳墙，想扰乱我心，但关于太后和母亲的部分，恐怕有几分真。舅舅，你那边可有进展？我暗中查访了当年在皇后宫里伺候过的一些老工人，有个在晚一举等死的妈妈模糊地提起过一件事。那年我姐进宫请安那日，她曾在偏殿与太后单独谈了很久，出来时脸色非常难看。不久前，皇后宫里丢了一件先帝御赐的龙纹玉佩，紧接着赵衍夫人就病了。龙纹玉佩，先帝御赐，这和母亲之死有何关联？不知，那妈妈只知道这些。她还说，太后事后严厉封口，知情的人都被远远打发了。此事恐怕真要直接问太后了。太后现在不会说的，除非我们拿到更确凿的证据。孩子，再等等，等娘亲把路铺平，把敌人清扫干净，你再平安到来。进来了，坐吧。沈明月死了，苏家到了，你做得干净利落，甚至比你母亲当年更果决，也更狠厉。太后谬赞，青瓷不过是为求自保，护我孩儿。若非他们一再相逼，青瓷也不愿沾染激烈。自保？呆家看，你是要报仇，要夺权，要搅动这京城的风云。青瓷，
你很像呆家年轻的时候，有野心，有手段，但野心太大，容易引火烧身。太后召青瓷前来，不是只为说教吧？关于我母亲赵妍之死，沈明月临死前说了些不敬的话。他说什么？我母亲的死是太后你默许，甚至推动的，因为她知道了不该知道的秘密，关于先帝，还有我的身世。哈哈哈哈！好一个沈明月，死到临头还要咬哀家一口，青瓷，你信吗？青瓷不敢妄信，但青瓷想知道真相，母亲究竟因何而死？那枚丢失的龙纹玉佩，又与我母亲有何关联？你母亲赵燕，她是个至情至性的女子，也是这深宫倾轧下最无辜的牺牲品。她不是哀家害的，但哀家却又亏于她。太后此言何意？我姐姐到底遭遇了什么？此事说来话长，牵扯先帝晚年遗孀旧案，事关皇室血脉混淆之大秘。可那枚龙纹玉佩事先的赐给一位赵岩，无意中在哀家宫中见到，并认了出来，因为他曾在别处见过另一枚一模一样的。哀家那日察觉出他的异样，却已无力挽回。为了遮住这桩丑闻，也是为保他平安，哀家只能让他成病，速速离宫，严令封口。这是哀家当年唯一能做的。那人是谁？另一枚玉佩在谁手中？我母亲后来又为何会抑郁而终？柳扶摇的下毒，难道不是主因？那人早已不在人世，至于玉佩在谁手，哀家不能说。你母亲的死，柳佛瑶是直接凶手，但背后未必没有他人推波助澜。哀家当年低估了那人的狠毒，也高估了沈家的防护。是宫中之人，还是朝中权贵？青瓷知道太多，对你没有好处，尤其是现在，你腹中的孩儿已被视为祥瑞，是个方士力瞩目的焦点。你此刻追查旧案，等于将自己置于更危险的境地。哀家今日告诉你这些，是让你心中有数，提防案件，不是让你去以卵击石。太后，难道我姐姐的愿曲就永远石沉大海？江神医，呆家理解你的心情，可时机未到。如今南疆北地皆有异动，朝中暗流汹涌，皇上年富力强，却子嗣单薄。青瓷和他腹中的孩子已是漩涡中心，有些路得靠他自己走，有些力量得靠他自己积累。我明白了，多谢太后坦诚相告。青瓷不会鲁莽行事，但该查的我一样会查，该报的仇也一定会报。只是希望太后在关键时刻能继续站在青瓷这一边。只要你一天是大燕的天女，怀着我皇家祥瑞，哀家便会护你一天。但青瓷，记住，皇家无情，即便是哀家，也有力所不及、必须权衡之时，你好自为之。青瓷，太后的话半真半假，不可全信。我知道，但他至少承认了母亲之死与宫廷密文有关。舅舅，我们需要加快天机阁的情报网建设了。还有，萧姐那边有新的消息吗？萧将军一行遭遇3次劫杀，最后一次在雪山腹地，伤亡不小。
烈阳草遗是已找到，但萧将军本人下落不明，生死未卜。下落不明，继续探查，不惜一切代价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另外，查查劫杀者的来历，是否与北狄或朝中某些势力有关。是。小静，你可别死，你的承诺还没兑现呢。沈姑娘愁眉不展，可是为萧将军担忧。陆公子耳目真灵通，彼此彼此。沈姑娘的天机阁不也在查我吗？放心，陆某今日是来送消息的，也是来做交易的。什么消息2个消息：第一，劫杀孝景的，除了北狄王庭的精锐、苍狼旗，还有一伙身份不明但训练有素的中原高手。他们用的兵器路子很杂，像是豢养的死士。冯宫里近来有些不对，有人暗中同几位御医稳婆接触，打听天女的孕期和生产事宜，来路不明，意图更不明，绝非好意。可知具体是谁？死尸的来源正在查，至于宫里那位，暂时没抓到尾巴。他很谨慎。不过，若是生产时出了意外，谁得利最大？沈姑娘不妨想想。公子想要什么交易？很简单，天机阁关于前朝遗宝，还有那枚龙纹玉佩的所有线索，都与我共享。哦，对了，关于烈阳草，我也有条备用渠道。如果你感兴趣，我们可以慢慢谈。陆公子对前朝遗宝如此执着，究竟为何？寻根罢了。沈姑娘不也在寻找自己的根吗？我们算是同病相怜。不易，但共享线索是双向的。你查到什么，也需同步给我。好，成交。沈姑娘爽快，合作愉快。此人可信吗？不可全信，但可暂时利用。重点筛查太医院和所有可能接触产房的工人，特别是新调入或有可疑背景的。是。再查刘妃母家及其他可疑勋贵与北狄的关联。是。将军，属下等拼死护送您突围。突围，他们的目标是我，不杀了我，不会罢休。子弹都是连累你们了。烈阳草呢？在阿虎身上，他已按计划从另一条小路先走，希望能将草药送回。众将士随我杀，多杀一个够本，杀2个赚1个。让这些藏头露尾的鼠辈知道，我镇北军的刀还没钝。你是谁？后人所托，保你不死。别废话，跟我走。
阁下究竟何人？受谁所托？镇北侯不必多问。我府之人说，你活着，烈阳草才能送到该送的人手里。你的亲卫阿虎已被我的人接应，正护送烈阳草南下。是宫里，还是都不是，是一位故人。侯爷只需记住，北狄王庭内部有变，与大燕朝中某些人的勾结比想象中更深。你的遇袭并非偶然，速回京城，那里更需要你。青瓷，等着我，我就回来。新菇的压制快到极限了，若烈阳草再不到，生产之时血气翻腾，孤独很可能爆发，危及你和孩子。萧景还没有消息吗？暂无确切消息，但北疆传来风声，说有一股不明势力在暗中搜寻萧将军下落，是敌非友。继续查。对了，舅舅，你之前说在查当年皇后宫中救人，可有新发现？找到了一个当年在皇后小厨房当差的聋哑老工人，他用笔写下了一个地址，说是赵衍夫人离宫前曾偷偷将一个锦囊交给他保管，让他日后若有缘，交给赵嫣的子女。地址在哪儿？城南郊一个叫皂树胡同的地方，我已让可靠之人去取，应该快回来了。姐姐她竟隐瞒了如此惊天秘密。所以太后说的那人就是我的生父，另一枚玉佩在他那里。引字相关，引妻。姑娘，属下对姑娘绝无二心，属下来历姑娘清楚，与信中绝无关联。我信你。舅舅，你怎么看？信中说你的生父身份定然极其特殊，甚至可能是皇室中人，否则不会有这龙纹玉佩。或许是个组织，或许是个代号。灭顶之灾，从我重生那一刻起，灾祸就从未远离。既然知道了，就更不能糊里糊涂地活。舅舅，此事暂且保密，连太后也不要告诉。我们暗中查。至于太后那边，她既然选择部分隐瞒，我就陪她继续演下去。太子殿下驾到！青瓷，孤听闻你近日胎相不稳，特来看看。江远判，天女情况如何？回殿下，天女需静养，不宜过多打扰。本王明白了。只是，青瓷，无论发生何事，姑都会站在你这边。可有什么话想对姑说？
真多谢殿下关怀。青瓷一切安好，只是有些疲累。殿下政务繁忙，不必挂心。那你好生休息，姑改日再来。他好像察觉了什么。或许吧。太子远比我们想象的知道的多。舅舅，从今天起，我的饮食用药必须由你亲自经手，任何人不得插手。好。7. 加强戒备，尤其是夜间，不能再有任何疏漏。是，属下遵令。我的身世迷雾，我必得亲手拨开，任多少谎言遮掩，也掩不住真实。这块玉佩会给我答案。风雨再深，我也要走进去。天女产期就在这几天了，你在宫里那边打点好了吗？绝不能让她平安生下所谓的祥瑞。大人放心，太医院和产房都有我们的人，保准让她难产而亡，一尸两命。长老有令，不惜一切代价，让鬼面鹰的怨气在京城爆发。即使母姑被压制，也要用其他方法引动她体内残存的蛊毒。这是引魂香，想办法混入产房。那晚的人查清楚了吗？是不是江寒州？还有，孝景有消息了吗？江寒州那夜确实离开过太医署，但奴才没能找到确凿的证据。至于孝景，好像被一股神秘的势力救走了，如今正悄悄赶回京城，路线奴才查不明。神秘势力，看来想保他的人不少。孩子可以留，但沈青瓷生产时最脆弱，正是移魂的好时机。我要让他从此只记得我。郑殿下，风险太大，万一……没有万一，赵总。因此，这是我从宫外秘密请来的2位稳婆，家世清白，经验丰富，已仔细排查过。内外也全部换上了我们的人，但京城内外风声太紧，我担心。该来的总会来。墨兰，陆九渊承诺的护卫和物资到位了吗？他派来一支20人的精锐小队，伪装成杂役和内侍，已混入慈宁宫外围，还送来大量上等药材和洁净布匹。好，影妻呢？姑娘，宫内可疑人员已监控，但有几处暗桩暂时未动，以免打草惊蛇。宫外，我们发现几股人马在暗中靠近慈宁宫，有江湖人，也有军中的味道。看来都想在我生孩子这天送我一份大礼，那就看看谁的礼更厚吧。舅舅，蛊毒发作，你有几分把握控制？若烈阳草及时赶到，配合我的金针和秘药，有70%把握；若不到，只有30%。青瓷，你怕吗？怕，但我更怕我的孩子。还没见过这世间，就沦为阴谋的牺牲品，所以我不能怕。舅舅，一切拜托你了。好痛！僵尸要发动了，青瓷，放松，按我教你的呼吸法。墨兰，按计划行事。是。守住所有入口，一只苍蝇也不许放进来。
蛊毒在加速侵蚀，青瓷撑住，烈阳草一定要赶上啊！此刻，西北角3人高手。挡住！绝不能让任何人靠近产房。好疼，不好，出血有点多。用千年参片吊住元气，青瓷用力，孩子头快出来了。什么味道？是南将的引魂香，会激发孤独，迷乱神智。快堵住缝隙，青瓷闭气。求求，我好难受。孩子，青瓷，清醒点儿，看着我。为了孩子，小姐，你的烈阳草呢？当我者死！青瓷，我回来啦！快给江寒粥！今夜谁敢再上前一步，本侯便让他倒下5步。太子殿下，陆公子，你们是来帮忙的，还是来看热闹的？哼，将军浴血归来，真是感人。孤自然是来护驾的，不过看来将军一人足矣。陆某当然是来帮忙的，不过好像又来客人了。奉主上之命，取回龙温玉佩及玉佩相关之人，阻挠者格杀勿论。青瓷，撑住！药效发作需要时间，孩子必须要出来了，用力！请，孩子，我不能放弃。交出玉佩与人，连死。听见了，他们的目标从来不只是孩子。孤道要看看是谁的影子敢在皇宫里乱晃。看来有人比我们更着急认亲啊。青瓷，就是现在，用力！不能停下，我必须生下来。生了，是个小皇子，母子平安。拦住他！物归原主。蒋耀，请告诉你的主子，我母亲的血枕，我会用这块玉佩一道一道讨回来。
现在看清楚了，你们的儿子，可惜生父为名，要让他教你们全体蝶母。孩子需静养，产妇需休息。诸位，请吧。皇上驾到！太后驾到！好，天庭饱满，哭声洪亮，国有祥瑞之兆。昨夜虽有宵小作乱，但天女与皇司俱安，乃天佑大宴。皇帝说的是，此子出生，紫气东来，凶会退散，却是我大宴之福。以此虽复原为名，但祭相于宫廷，便是天赐予朕、赐予大宴的灵儿。朕决意赐名轩辕臣。这你是天愿国姓啊！就是臣帝姓之意。小声些啊！父皇，此名是否过于贵重？儿臣恐惹非议。朕心意已决，即日起，轩辕陈册封贵为晋王，享亲王冯鲁，由天女沈清慈抚养于慈宁宫，待其成年再行定夺。皇上圣明，臣愿为晋王殿下护卫之责。朕准了。陆某愿献半数家财，为晋王殿下贺，助天女抚养皇子。都准。沈清慈护嗣有功，今为护国圣天女，想朝一品待遇，可随时入御书房旁听政事。臣女谢主隆恩。舅舅，昨夜影卫见到玉佩反应异常，尤其那龙影。那龙影形态特殊，我依稀在某本前朝秘录中见过草图，是指前朝某位暴君的私印。青瓷，你的生父身份恐怕比我们想的更麻烦。姑娘，影妻醒了。她说交手时扯下了一个灰衣人袖口的影妻刺绣片，其针法与宫内上服居20年前一批报废的贡品一致。宫内、前朝，好大一张网，去查20年前上服局谁经手那批贡品，又与哪些宫外势力有染。好，昨夜那些人是冲玉配合你来的，你早就知道。侯爷以为我为何非要搅浑这潭水？水清了，躲在下面的王八怎么露头？孩子，是不是我的？滴血验亲那日，侯爷的血不是融了吗？何必再问？我要听你亲口说。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侯爷难道想凭一个孩子捆住我？我想捆住的从来不只是孩子。沈清慈，这场游戏我陪你玩到底。侯爷真是直接。沈姑娘，你手中的玉佩的图样，我有人在西域一处前朝废墟的壁画上见过类似的，持有者被称作龙隐之子。龙隐之子，前朝皇室的秘辛。或许更有趣的是，当年经手那批绣品的上服局女官有个徒弟，后来成了柳扶摇的梳头姨娘。柳氏到台后，她失踪了，锁串起来了。陆公子，找到他。报仇？西域商路再加半成。
是成交。青瓷，该用药了。昨夜受惊，需好好补补。劳殿下，殿下近日可还安好？夜间睡得可稳？青瓷挂心了。他的病越来越压不住了，舅舅，有没有一种药能让人暂时沉睡？你想对付叶长风，风险太大，可能伤及本体。必要时或可一试。我不能留一个随时会疯的太子在身边觊觎我的孩子。他怀疑了，他才是的。那个江寒州留不得，还有那个孩子轩辕尘，他也配叫这个名字？这江山，这美人，都该是我的，我的！今日天机商会成立，承蒙各位信赖，商会不仅互通商机，更共享情报，互保平安。凡入会者可得天机阁一定等级的信息支持，以及陆氏商路与西域新县的优先权。郑天女英明，我等愿以天机商会马首是瞻。那位梳头的姨娘找到了，藏在京郊一处尼姑庵，可她已经被人灭口，临死前用血在地上画了半个影影字，还有一朵梅花。半个影影字和梅花，宫中哪位妃嫔或太后喜好梅花？已故刘妃爱梅，太后年轻时意，以梅自喻。刘妃已死，太后继续查，但要更隐秘。另外，沈明月虽死，他之前下的衰败蛊可有解法？沈府水井中的蛊虫已清理，但中蛊较深的沈尚书等人已伤了根基，恐寿元有损。这是他们咎由自取。倒是宫中几个被下蛊的妃嫔，近日频频闹事，争风吃醋，愈演愈烈。沈明月是想让我即便产后也不得安宁，把这些妃嫔的异常悄悄透露给皇后。后宫的事让皇后去头疼，我们专心对付影，还有宫里那位梅花。西域传来最新情报，龙隐之子的传说里提到过一对龙纹玉佩，两块合一能开启前朝某处秘藏，里面不仅有倾国之富，还有足以颠覆王朝的秘辛。当年持有者兄弟反目，玉佩流落中原。沈姑娘，你手上的很可能是其中一枚阴佩，另一枚阳佩或许就在影影之主手中。所以他们非要拿回玉佩不可。舅舅，能否仿制一枚足以乱真的假玉佩？需上等玉料和顶尖工匠。去工匠与玉料，我来解决。不过，沈姑娘，假玉佩若被识破，恐招致疯狂报复。真真假假才好演戏，放出风声就说圣天女为保靖王平安，欲将生母遗物玉佩献于护国寺供奉。辛苦阁下跑一趟，请你吃糖，乖。神听，鱼饵撒出去了，就看哪条鱼最先忍不住咬钩。传令，天际阁全力追查近期京城所有异动，特别是与西域、前朝有关的陌生面孔。是。丫头片子有点意思，看来得老夫亲自会会你了。梅花花，开始行动吧。
哀家年少时最爱这红梅熬雪凌霜，像极了一个人，晨儿可还乖？饶太后挂心，晨儿很省心。太后当年可是因为这梅花结识了那位故人。你终究是问了。是，但他并非你生父，其中曲折关乎另一段恩怨。青瓷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安全。可若不知道，怎知刀从何处来？孙儿前来请安，想抱抱晨儿。这没事，去吧。孩子，给我。殿下，把晨儿还我！青瓷，别紧张，我只是想带我们的儿子去个有趣的地方玩玩。顾长风，你做什么？放下孩子！来人，把他拦住！晨儿，晨儿！不是叶长风，是有人利用他的人格切换，设局杀我。我做了什么？殿下被人利用了，有人能诱发或者控制你的那种人格切换。孝景、陆九元，你们怎么来的这么快？我发现有人暗中引我来梅园。我收到一张匿名纸条，上面写着：在这座救援墙内藏着前朝秘宝的线索，我是追踪一股奇特的迷香而来。这香能紊乱心神，也许是案子的第3条线索。好精妙的连环计，目标是我，也是晨儿，还想一石多鸟，挑拨我们关系，甚至嫁祸太子。墨兰，查今日所有接触过太子饮食、熏香的人。影妻，彻查这处废弃小院归属和近期动向。是。是。梅花。太后，您那位故人是不是也爱梅如命？不可能，他早就死了。不是他，不会是静安。他当年为护先帝，死于乱军之中，尸骨无存。哀家亲眼所见。静安，静安王，轩辕林，先帝最小的弟弟，我的青梅竹马。他最爱红梅，曾在我宫中亲手种下那片梅林。当年夺嫡之争，他为保先帝，引开追兵，追入万丈深渊。太后确定他死了，尸骨未见，是否可能有隐情？我派人寻了3年，只找到他破碎的铠甲盒，一枚染血的，刻着梅花的丝印。若他活着，为何不回来找我？为何要等到现在，用这种方式？或许回来的不是人，是影子呢？陆秋远，你此言何意？
陆某近日查前朝旧时，发现一件趣闻：晋安王麾下曾有一支不为人知的私军，代号暗梅，专司情报、暗杀、护卫。晋安王死后，暗梅也随之销声匿迹。暗梅影梅花，所以影组织很可能是晋安王就不所建。他们如今的主子，要么是假借晋安王之名，要么就是晋安王根本没死，而是化身影主，在暗中操控一切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只有一种可能，晋安王真死了，但暗梅被他人收编或继承。此人同样知晓太后与晋安王的过往，甚至持有晋安王的私印或信物，故能驱动暗梅，并利用梅花刺激太后。无论哪种，此人潜伏极深，能量巨大，且对宫内秘辛、太后心结了如指掌。梅园杀局一石三鸟，好毒的计策。墨兰，去查当年跟随晋安王暗梅梅的救人名单，查近20年所有与梅花蛙印记相关的异常事件、人员调动、财物往来。是，越快越好。太后虚服一剂凝神药，今日之事绝不能外传。对方既想乱您心神，我们偏要镇定。青子，若真是他，若他恨我驾驭先帝，恨这江山易主，他会不会伤害晨儿，伤害你？无论他是人是鬼，是晋安王还是冒牌货，他动了杀心，便是我的死敌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您放心，晨儿和我都没那么容易死。沈姑娘，暗梅梅旧部中有一位擅长机关陷阱的奇人，人称千手将军。梅园飞跃那场杀局，布局之巧，正是他的手笔。此人最后一次出现，是在10年前，为当时的瑞王修缮过别院。瑞王，当今皇上的三叔，那个沉迷书画、体弱多病、常年闭门不出的闲散王爷。体弱多病，我在北将军中截获过几批精良的违规弩机，顺着线索追查下去，最后指向京里几位勋贵，还有瑞王府的一桩外围采买。有意思，一个病王爷，一个死王爷，都和梅花、机关、军械扯上关系。陆公子，能查到千手将如今下落吗？第2位。不过瑞王那边恐怕需要更直接的探访。问侯可以拜访瑞王，探讨一下边关防务与弩机改良。不，打草惊蛇。瑞王若真是营主或重要人物，必有防备，先从外围入手。萧侯爷，你军中截获弩机之事，可继续深挖，最好能拿到更确凿的物证或人证。陆公子，全力追查千手将和暗梅的资金流向。舅舅，太后的安危和身体，拜托您了。放心，我已调配了几种防蛊、防迷香的药能，宫中重要之人皆需佩戴。至于我，对方既然想让我乱，我偏要高调。3日后，我将在天机阁举办一场赏珍会，广邀京城权贵、名流，既展示我商会的实力，也为晨儿祈福。我倒要看看，有多少牛鬼蛇神会忍不住凑上来。梅园失手了，沈清子果然难缠，暗梅折了几人，几人皆已处理干净。太子人格切换的诱发香料也被将韩州识破并清除。无妨，棋局才刚开始。沈清慈要办赏珍会，好啊，给他送份大礼。
让千手将动动脑子。这次目标不是杀人，是让他和他的宝贝儿子身败名裂。属下明白。另外，杨佩已有反应，似乎在京城范围内。殷佩在沈清慈手中，他似乎有所察觉，正在调查玉佩关联。加快折枝第2步，我要那枚殷佩，也要沈清慈心甘情愿为我所用。感谢各位赏光。今日盛会，1位商会联谊，2位小儿臣儿祈福，特设奇珍，展示以香重兵。晨儿，去选你喜欢的。哇，小殿下喜欢音律，祥瑞啊！晨儿，放下！那是什么邪物？小殿下，他和内脏有乱神香与周偶，旨在扰乱幼儿心神，栽赃无辜衍生之术，好毒的心肠。封锁所有出口，谁也不准走。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谋害皇嗣，严查此物来源。鎏金八音盒，登记名目为西域奇巧巧，献礼人空白。不必查了，贼人既敢送来，必有脱身之计。哎呀！今日之事是天机阁防卫不周，惊扰各位。墨兰厚礼送客。今日在场诸位，改日天机阁另有赔礼奉上。此针材质特殊，经过慢性毒药，能通过呼吸和皮肤接触缓慢侵蚀幼儿，造成痴傻或体弱。若非晨儿天生异禀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晨儿刚才身上那金光，或许是皇上所说的祥瑞护体吧。舅舅，可能查出毒药来源。是南疆与中原混合手法，需时间。东里明路被人动了手脚，但我记得当时接收贺礼时，瑞王府的管事似乎在这个八音盒附近停留过。千手将定然混在今日落尸后仆役中，隐气。又当发现一名老乐师的面部骨骼，与千手将10年前的画像有70%相似。他已趁乱从后院狗洞逃脱，我们的人正暗中追踪。很好，放长线钓大鱼。瑞王送我这大礼，我若不回敬，岂不失礼？陆公子，我记得瑞王酷爱收藏古籍善本。巧了，我商队刚收了一套失传已久的前朝风物志，其中似乎提及了不少皇室秘闻和梅花典故。个机会卖给瑞王，价格嘛，就看他有多想掩盖或了解了。萧侯爷，弩吉案的人证物证抓紧，5日内必有结果。青瓷，今日是我护卫不力。殿下有心了，只是您体内的那一位近日似乎越发不安分了。若他再被利用，下次恐怕就没这么幸运了。我会想办法控制。晨儿，别怕，娘会保护你。那些想害我们的人，娘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属下失手，那孩子邪门竟能破我咒偶。沈清慈身边能人太多，防备森严。
本就没指望一次成功，试探出那孩子的异常，也算收获。